我也想成为肌肉的一份子，所以才用冒充他。我只想引起肌肉的注意，根本没有人指使我。想救恩哲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到底是谁在指使你？恩哲是不是在他手上？我们不会再见了。你只要知道，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就好了。周平，等我！周平，明天早上，警方就会把黄雪忠押到法院。你要解求？我今天来是想要跟你谈一宗交易，我想要用你的命交换一件我想要的东西。周志平，你要遵守承诺。如果你找到恩哲，你会放过我的。为什么放他走？我怀疑张文贵只是替死鬼，真正的背后主谋是梁文道。学忠目前是唯一可以指证梁文道的人证，处境应该很危险，随时都有可能被灭口。我才失败一次，你就要把我干掉？既然你知道我总是掌控一切，那你凭什么天真的认为我没有算出你现在这一步呢？孩子，你上当。嘿！爸，小心！来，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来，我扶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到底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？难道从一开始都是你设计好的？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，但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在这里等你，直到你出现为止。从什么时候，坦诚是毁灭的入口，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，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？我不懂从什么时候，简单是复杂的承诺。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，真相是否会不同？假想是否还会痛？不愿被命运操控。每分每秒，爱被疑惑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。每字每句都是我的奢望，我就是那么傻。像你说的，如果要重来，你可会用错误的方法，再爱得完美无瑕？每分每秒，爱被疑惑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，每字每句都是我的奢望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上你说的繁华。志平，
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，我爸是担心我会被媒体骚扰，所以从小他就要我隐瞒身份。就算是我的同学、我的朋友，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梁文道的女儿。是什么理由都好，我现在只希望你老实的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是不是 Ghost？ 志平，你你一早就知道我是 Zero。我是最近才知道的，真的，我没有想过要骗你。不要再继续演了，真的像个傻子，还打算退出骇客界，跟你过着平凡的日子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原来我只是你一颗棋子，被你玩弄在鼓掌之中。我从以前就想过，会跟Ghost交手的那么一天，但我没想到，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。Ghost 果然名不虚传，这场游戏，Zero 彻彻底底的输了。志平，你听我说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你是 Zero。我除了没有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以外，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半句假话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好吗？我的真心难道你感受不到吗？真心？你的真心是要抓住我这个网络罪犯？你现在要我怎么说，你才肯相信我？有其父必有其女，除非你不是梁文道的女儿。你是不是对我爸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我一直以为害死我父母的是圣诞老人，但原来你爸才是幕后真凶。就连张文贵都是受你爸指示，才用肮脏的手段帮斯诺奥拉生意。不可能，我爸他从来都不做非法的事情。你可以不谅解我，但你不可以诬赖我爸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。给我证据！黄学忠，他是你爸一手栽培出来的人，只要找到他，就能证明我说的。我爸妈是被梁文道害死的，我一定会帮他们讨回公道。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做伤害我爸的事。就算那个人是你。那我们注定是无法在一起了。黄学忠是贵叔培养的骇客吗？你怀疑？我只想弄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你去见过周志平了？周志平这个人真不简单呢。他利用你对他的感情，成功离间我们父女。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说的话。你只要对我有一丁点的怀疑，周志平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女儿啊，你太年轻，太容易动摇了。周志平撒下的这颗怀疑的种子，他会慢慢在你的心里滋长，一步步的侵蚀你对我的信任。这是非常高明的操纵人的手法。爸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爸我会向你证明我是清白的。只要警方找到黄学忠，让他说明一切，
到时候周志平对我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。也只有这样，那颗怀疑的种子，才能从你心里被连根拔起。你不用着急逼着自己相信，因为很简单，真相只有一个，迟早会水落石出的。偶像女星 Zoe 遭谋杀一案，经过警方连日调查，终于有了新的进展。有力证据指出，真凶怀疑是一名叫做黄学忠的华裔男子，他目前正在逃亡中，不知去向。警方目前已对该男子展开通缉，并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报。另外，早前涉及此案的周志平与杜恩泽已被洗脱嫌疑。谢谢你陪我出来。我们洗脱了嫌疑，应该要开心庆祝才对。这是怎么了？我跟他分手了。你们现在立场对立，暂时分开是好事。等所有事情告一段落，说不定你们……不可能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好接受现实。痛苦是难免的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理智告诉我，要狠心一点，彻底放下我对他的感情。纠缠不清对我没半点好处，但我就是做不到。只要闭上眼，我脑里想的就是他，也只有他。这种理智和情感互相矛盾的感觉，我懂，真的很痛苦。来，我陪你喝，喝醉了，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通通忘掉。想哭就哭出来吧。
心。我去倒杯水给你。不要走。为什么你是 Ghost？ 为什么你是梁文道的女儿？不要离开我。 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好，我不会离开你，我会一直留在你身边。谢谢你陪着我，谢谢你理解着我。 让我爱上微笑的面容，面对自己也慢慢诚实了许多。脆弱、害怕、失落，还有你守护我。 怎么啦？又做噩梦啊？我梦见志平杀了我爸。不是真的，做梦罢了。放松，没事的。你可能最近压力太大了。感觉太真实了。不知道这周志平是哪根筋不对，竟然怀疑我们大老板。大老板最讨厌就是非法的事情，他又怎么可能自己去做？哎，你们看。 所谓的幸福，就是能和心爱的人一起共享早餐。等了好久的感情，终于有了结果。贱男人，几岁了还学年轻人放闪，有够幼稚。对，他真的是幼稚，贱男人。霸道总裁日理万机，还愿意抽时间陪我喝一杯，真是我的荣幸啊！哎，我们的俏公关今天穿得这么休闲啊，我觉得还是紧身套装比较适合你。好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，说吧，约我出来有什么事？
邹志平到底怎么了？志平，他很好啊，谢谢你关心。他刚跟思韵分手，马上就交了新欢，还不要脸的高调放闪。我没想到他原来这么渣。不然你要他怎样？把躲在棉被里哭的照片放上网？要走出失恋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展开一段新的恋情。有什么错？果然物以类聚，臭男人没有最渣，只有更渣。哎，我已经收敛很多了。渣不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电不电到人。如果你在3个月前遇到我，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喂，还不感谢我放了你一马？老实说，那时候在医院，我的确有一点被你的霸道风格给吸引住。在情场上，我从来没有失手过。你想干嘛？你以为你很 man 吗？再 man 也掩盖不了你那令人作呕的黑心肠。你比周志平还恶心，你知不知道？帮我传话给你那无良的 boss， 像他这种渣男根本配不上我们小老板。我到现在还是很没有真实感，我们居然在一起了。你之前说只把我当妹妹，我真的相信了。和你相处太自在，我理所当然觉得我们之间的不是爱情。经历了思韵的事情以后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：选伴侣必须找一个思想、价值观相同的人，单单只有热情是不可能长久的。喂，他上网了，查到 IP 地址了吗？查是查到，不过有点奇怪，是在新加坡2个完全不同的地点。你去地点的 A 和N 车会面，我去 B。收到了。干嘛那么意外？不是要找我吗？我来赴约啦。你故意制造假行踪，误导小峰。对呀，那个笨蛋连你一半的功力都没有学到，被我耍得团团转。警方在通缉你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。跟我去自首吧。凭你就想抓我？我不否认你的骇客技术比我高一等，但论身手，你完全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该做无谓挣扎的人，是你才对。你确定？单打独斗，我们的确没有胜算。
但联手起来就另当别论。肌肉从不搞个人主义，我们永远是一个团队。我差点被你害死，这笔账今天就跟你算清楚。想要跟 boss 斗智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学中是唯一可以指证梁文道的证人，那梁文道肯定也在找他，所以我们必须抢先一步找到学中。他是个孤儿，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下手，再加上他是骇客高手，一般的追踪方法恐怕对他起不了作用。要对付雪中还真棘手。只要是人，就会有弱点，学中也不例外。你要利用他对我有好感这一点，他差点把我弄死，你确定他对我好不是装出来的？是不是装的？试了就有答案。我愿意当饵，引他出来。实际上要怎么操作？我们必须给他一个更大的刺激。我要你当我的女朋友。所以你们假扮情侣，骗我现身。你还真的上当。我也怀疑过这个是个陷阱，但看到你们那么亲密，真受不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你是我唯一的弱点。少废话，跟我们去自首。就算是我要找个人垫底。爱上你说的繁华。少废话，跟我们去自首。就算是我要找个人垫底。搞什么鬼？上！喂，你免追！你果然在帮你爸把黄学忠交出来。他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我是来审问他的。你连我也不信？这关系到我爸的名誉，你从一开始就对他有偏见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会公平处理这件事？你有什么立场跟我说这些？这世上最想要黄学忠消失的人就是梁文道。你把他带回去，他肯定死路一条，那你爸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是来亲自审问他的。你是他女儿，你一直咬着这个点不放，我们再争论下去也没有用。我从开始就没有想要跟你争论，是你突然杀出来破坏我的计划。
小老板，我追不到他，让他跑了。别演戏了，你根本就想放他走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是来审问他的，信不信由你。走吧。 对不起，刚刚在我身上找到的，在情场上，我从来没有失手过。你想干嘛？这次让他逃走。 要再抓到他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是我太大意了，我不该答应跟巧儿见面。他有心设计你，总会找到办法，防不胜防。我还以为思韵跟梁文道不一样，还有点良知，没想到他会用这种肮脏手段，阻止学中作证。 我一直以为害死我父母的是圣诞老人，但原来你爸才是幕后真凶。周志平撒下的这颗怀疑的种子，会在你心里慢慢的滋长，一步步的侵蚀你对我的信任。这是非常高明的操纵人的手法。这世上最想要黄学忠消失的人就是梁文道。 你把他带回去，他肯定死路一条，那你爸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了。只要警方找到黄学忠，让他说明一切，到时候周志平对我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。也只有这样，那颗怀疑的种子，才能从你心里被连根拔起。咖啡提提神。你如果是我。 你会选择相信谁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也不知道。小老板，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没有选边站，反而客观的想要找出事情的真相。但那个人未必会相信啊！你都没看到他责备我的眼神，他现在已经认定我是在帮我爸封住学忠的口，一定对我很失望。 时间就是最好的证人，无论是对你或他来说都一样。在我们还没有查清事情真相之前，不要让情感影响了你的判断力。如果他真的是个坏人，那他怎么看你一点也不重要啊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们之间只是一场误会，他迟早会发现你对他的一片苦心的。幸好有你们。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，肯定撑不下去。舍不得迪丽啊！你走路为什么没有声音？不要扯开话题。你是不是还对 Boss 存有幻想？ 我没有，没有就最好不过，因为就算他跟世韵分手了，你也不会有机会的。凭什么那么认为？这样说好了，如果现在出现一个男人，对你无微不至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秀，你会接受他吗？
会吧？为什么呢？你不用回答我，自己知道答案就好。Boss 跟你一样，都是死心眼，一旦认定了一个人，就不会轻易改变。你爱他，他爱他，你们两个人走在两条情感的平行线上，注定了不会有交集的。 不用再挣扎了，光有 IQ 没有 EQ， 成不了大事。你太冲动了。要杀就杀，不要那么多废话。你3番4次输给周志平，这口气你咽得下？就这么死了，你甘心吗？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。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打败周志平。可笑！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这一次你又想出什么诡计？我不会再被你利用了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警察在通缉你，周志平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这个世界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。 只有听我的，你还能有一条活路。老板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个麻烦解决掉？黄学忠生性狡猾，留他一条生路，我担心夜长梦多。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得其所。我养他这么多年，不能让他白白牺牲。 喂，哦，知道了。老板 ，Ryan 从美国飞过来了，他手上好像有重要的证据。那一定要拦住他。我会的。是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喂。 找我什么事？有个人指定要见你，而且不方便公开露面。你好，我是Ryan张。他是张文贵的儿子。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找我的母亲。他失踪了。你是想委托我帮你查出他的下落吗？我们警方已经在调查了。找你。 是为了完成我爸生前的委托，他的遗嘱里特别注明，要我亲手把一样东西交给你。
喂，老板，张文贵的儿子被警方接走了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。我爸在遗嘱里特别注明，这信只可以让你一个人看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信里的任何内容。周志平，我知道你对我可能有些成见，但我希望你能耐心听完我讲一个故事。这故事发生在25年前，当时我、任海和梁文道为了实现维护世界网络安全的梦想，做了一个改变我和任海一生命运的痛苦抉择。你是不是见过张文贵的妻子？他回来办理贵书生护士的时候，一直是我陪在他身边。他的失踪真的跟你没有关系？你不要试图让 Ryan 指证我，他是个孝子，他不会为了母亲的安危而胡说八道的。你们两个去美国帮我查一查张文贵的律师，并确认张文贵在生前是否曾经留下任何的遗嘱给他的老婆和孩子。这次的任务可能会有危险，你们两个人在国外可以有个照应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明天就是你为自己报仇的好机会。我希望你拿出真正的本领，和我一手调教的干儿子来一场正式的比试，谁最先解开谜题，就是胜利的一方。输了，那就是死。你疯了！我拒绝。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从什么时候，坦诚是毁灭的入口，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，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？我不懂从什么时候，简单是复杂的承诺。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，挣扎是否会不同？家乡是否还会痛？不愿被命运操控。每分每秒，爱被给或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